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深夜听书小电台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张爱玲笔下最让人心碎的悲剧经典《半生缘》。你有没有过这样一个爱人，你们没有吵架，没有出轨，却因为一些阴差阳错的误会，硬生生地错过了，等十几年后再次相见，千言万语，最后只剩下一句流着泪的世君，我们回不去了。爱情最残忍的地方就在于，时间一直向前走，而你的心却永远停在了弄丢它的那一天。故事回到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，那是一个风雨飘摇，却又处处透着靡靡之音的时代。顾曼桢和沈世钧只是这座庞大钢铁森林里一对最普通的办公室恋人，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，只有弄堂里昏黄的路灯和下班后并肩走过的一节冷清街道。那天他们在郊外散步，冬日的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。世钧从口袋里掏出一枚戒指递给了曼桢，那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珠宝，只是一块廉价的红颜色玻璃，但在曼桢眼里，那折射出的微弱红光，就是她兵荒马乱的人生里唯一可以依靠的暖色。她把它当成了命一样珍惜，戴在手上，仿佛就套住了安稳的一生。结果命运偏偏喜欢在人最幸福的时候开最恶毒的玩笑，一不小心，那枚戒指掉进了郊外丛生的荒草堆里。天迅速地黑了下来，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，只有寒风穿过枯草的沙沙声。他们蹲在地上，打着一根又一根的火柴，那微弱的火光亮起，照见曼桢焦急的眼泪，然后又在风中迅速熄灭。找不到了，怎么也找不到了。世钧看着冻得发抖的曼桢，有些心疼，也有些不以为意。他轻声安慰说，算了吧，明天再买一个。可是曼桢哭了。那一刻，女人的第六感像一把冰冷的锥子，刺透了她的心脏。她有一种极其强烈的不祥预感，那枚消失在黑夜和草丛里的廉价戒指，就像是一个冷酷而恶毒的隐喻。她在无声地嘲笑着这两个天真的年轻人。你们以为可以紧紧攥在手里的爱情，其实就像这块红玻璃一样脆弱，一阵风吹来，掉进时代的洪流和命运的荒草堆里，就再也找不回来了。摧毁这段爱情的不是什么大时代的炮火，而是最亲近的人在背后捅出的最深的一刀。这不得不提到全书里最具争议也最让人毛骨悚然的角色，曼桢的亲姐姐顾曼璐。在那个年代，顾曼璐就是最典型的牺牲品。父亲早亡，家里一堆张嘴要吃饭的弟弟妹妹和一个只会哭泣毫无主见的母亲。为了养活这一大家子，为了让弟弟妹妹能体面地读书，曼璐咬碎了牙，穿上旗袍，抹上艳丽的口红，走进百乐门，做了舞女。她受尽了男人的轻薄和世人的白眼，最后在年老色衰之际，无奈地嫁给了老流氓祝鸿才。由于早年间的不堪经历，曼璐彻底失去了生育能力。当她拖着病态的身体，看着家里那个清纯、受过高等教育、穿着干干净净白裙子的妹妹曼桢时，她心里的天平开始不可遏制地倾斜了。凭什么我掉进泥潭，被万人唾骂，沾满了一身的污泥，你却能清清白白地站在阳光下，拥有体面的工作，还有一个像沈世钧那样温柔体贴的男人，全心全意地爱着你。更让曼璐感到窒息和绝望的是，曼桢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学识和体面，全都是用她当年在舞厅里卖身换来的钱供出来的。可是这个家是怎么对待她的？母亲嫌弃她的出身，让她丢脸。弟弟觉得有这样一个做过舞女的姐姐是一种耻辱。当牺牲变成了一种
理所当然的道德绑架。当倾尽所有的付出换不来哪怕一丝一毫的感恩，恩情就会彻底腐烂，变成最锋利的刀。曼璐的心里彻底扭曲了。既然我的世界已经是一片黑暗，既然你们都嫌弃我脏，那我为什么还要独自承受这地狱的煎熬？他做出了一个丧心病狂的决定，他要把那个最干净的妹妹也一起拉进这万劫不复的深渊。这是一种扭曲到了极致的报复。他报复的不仅是曼桢，更是那个吸干了他的血，又把他弃之如敝履的冷血家庭。为了拴住花心的丈夫祝鸿才，保住自己正是太太的荣华富贵，曼璐设下了一个令人发指的陷阱。她装作重病垂危，把毫无防备的曼桢骗到了自己阴冷幽暗的洋房里。那是一个极其压抑的夜晚，窗外的天空像被泼了墨一样黑，狂风卷着暴雨，狠狠地砸在玻璃上，发出令人胆战心惊的闷响。曼桢被反锁在一个散发着霉味的空房间里，恐慌像毒蛇一样缠绕着她。突然，门被推开了，在昏暗的光线下，祝鸿才那个像野兽一样庞大而丑陋的黑影，带着浓烈的酒气和淫邪的笑意，一步步逼近。外面雷雨大作，轰隆隆的雷声掩盖了曼桢所有的哭喊、挣扎和凄厉的呼救，但真正击垮曼桢，让她瞬间如坠冰窟，彻底丧失活下去的希望的，并不是祝鸿才的暴行，而是那扇紧紧关闭的房门。在那扇门外，站着她的亲姐姐曼璐，听着里面的动静，脸上挂着冷酷而癫狂的泪水。在那扇门外，还有她满心信任的亲生母亲。那个懦弱的母亲，为了大女儿的钱财，为了继续依附在这个畸形的家庭里生存，选择了装聋作哑，甚至成为了帮凶。为了这个家的所谓利益，全家人默契地达成了一场合谋，毫不留情地把最无辜的曼桢献祭给了恶魔。张爱玲的笔在这里冷得像冰，她毫不留情地扒开了中国传统家庭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，露出了里面吃人的獠牙。在这个雷雨交加的黑夜，曼桢失去的不仅仅是清白，更是对人性、对亲情所有的信仰。她被至亲之人亲手推进了命运的绞肉机，绞得血肉模糊，被迫生下了仇人的孩子。但在那些生不如死的日夜里，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信念就是世君。他拼死托付一个好心的下人，把一枚戒指，就是当年世君送他的那枚廉价的红玻璃戒指，辗转送出了魔窟。那是他浸透了血泪的求救信。世君接到消息，疯了一样去顾家找人，可是等待他的是曼璐精心编织的谎言。曼璐冷冷地告诉他，曼桢嫌贫爱富，已经攀上了高枝，嫁给了一个有钱人。这枚戒指是他原封不动退回来的。世君信了吗？其实只要他稍微冷静下来，想一想曼桢的为人，只要他去打听一下邻居的只言片语，只要他有一丝就算翻遍整个上海滩也要把你找出来的决绝，这个谎言根本经不起推敲。他其实有疑惑，有不解，但是他没有去深究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自尊心受挫了，因为骨子里的懦弱发作了。当我们剥去沈世君深情的滤镜，看清他的本质，就会发现世君确实是个好男人。他温和、善良，甚至有些优柔寡断的体贴，但他唯独缺乏一种东西，那就是为了心爱的女人去对抗全世界，掀翻桌子的血性和勇敢。在命运稍微露出一点狰狞的面目，在自尊心受到一点点虚假的挑战时，他就退缩了。
他甚至感到了一种解脱，顺理成章地松开了抓着曼桢的手。他黯然地回了南京老家，如同一个失去灵魂的木偶，顺从了父母的安排，娶了门当户对但彼此根本不相爱的石翠芝。这不仅是曼桢和世钧的悲剧，更是一场群像的悲哀。结婚那天晚上，翠芝在喜床上哭得肝肠寸断。她爱的是世钧的好友舒慧，世钧爱的是曼桢。翠芝流着泪对世钧说：世钧，你也不喜欢我。这是一场全员悲剧的婚姻，大家都在命运的摆弄下屈从了现实，开启了凑合的半生。压垮曼桢的是原生家庭的恶，而彻底给这段感情判死刑的是男人的懦弱。14年的光阴就这样在各自的挣扎与麻木中如同流水般淌过。14年后，曼桢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逃出了魔窟，却为了照顾孩子不得不向现实低头。而世钧也早已变成了大腹便便，被生活磨平了棱角的中年男人。命运安排他们在上海一家嘈杂喧闹的小饭馆里偶然重逢，周围是鼎沸的人声，锅碗瓢盆的碰撞声，伙计的吆喝声。在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喧嚣中，他们两个人隔着一张油腻的小桌子，相对无言。岁月在他们脸上刻下了深深的沟壑，千言万语堵在胸口，最后唯有泪千行。世钧看着眼前这个满眼沧桑，早已不复当年清纯模样的女人，得知了当年的惨烈真相，他的心被撕裂了。他哭着说，想补偿，想不管不顾地重新开始。可是曼桢没有哭闹，也没有控诉他，只是极其平静又极其悲凉地看着世钧，轻轻地说了一句话：世钧，我们回不去了。这句话就像一把冰冷沉重的铁锁，彻底给这段长达14年的感情判了无可更改的死刑。回不去的到底是什么？仅仅是爱情吗？不，回不去的是那14年被蹉跎掉的青春，是曼桢被至亲彻底毁掉的清白与信任，是世钧已经无法抛弃的妻子和儿女，是他们各自被生活死死绑架，千疮百孔的半生。半生已过，繁华落尽，除了满地寒灰和无尽的遗憾，什么都没有剩下。张爱玲在书中写过一句让人痛彻心扉的话：日子过得真快，尤其对于中年以后的人，10年8年都好像是只顾间的事，可是对于年轻人，3年5载就可以是一生一世。年轻的时候，我们总以为弄丢了一个人，大不了哭一场，明天还能再找回来。总以为一句赌气的话，一个轻易的转身，日后还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去解释，去弥补。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，可是读懂了半生缘，你就会明白，人生就是这样。许多你以为只是短暂的错过，其实是命运的必然。那些阴差阳错，那些因为懦弱、自尊或者外界干预而松开的手，一旦松开，就再也握不住了。真正的成熟，不是在深夜里反复咀嚼如果当初，而是看着心里那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，接受这种残缺，然后拍拍身上的灰尘，继续踉踉跄跄地在生活里走下去。饭馆里的灯光有些昏暗，照在两人写满故事的脸上，茶凉了，花尽了，门外的风依然很冷。推开这扇门，他们终究还是要各自走入茫茫人海，回到各自满地鸡毛的生活里去。此生或许再无交集，如果在那个雷雨交加的夜里，曼桢能有一丝防备，如果当初去顾家找人的世钧能再勇敢一点，多问一句，多停留1秒，结局会不会不一样？可惜人生没有如果，只有后果和结果，
看透了命运的捉弄，才能更珍惜眼前的相拥。漫漫长夜，让我们一起在别人的遗憾里学会勇敢吧。晚安，朋友们。